前世为了供我读书，断腿父亲累死在田间，大哥溺亡在水库里，母亲和大嫂终究承受不住接连的打击，最终带着遗憾离世。我拼命考上大学，却因家庭成分不好，被当时的时代抛弃，困在4、9城当了一辈子工人。这件事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心病。最终我含恨而终。等再次苏醒过来，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向阳，娘想求你个事儿，你能别去上学了不？什么上学不上学的？我不是嘎了吗？还上什么学？还有这小土炕、茅草屋，这是什么破地方？向阳，娘知道你喜欢念书，但咱家真扛不住了啊！你爹没日没夜的干活，就这咱家还欠对上30个工分。你大哥跟你大嫂养2个娃儿已经拼了半条命了，就算是累死也养不住我和你爹。娘求求你，你别上学了行吗？听到这痛苦的哭喊声音，林向阳身体一僵，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向面前苦苦哀求的女人，再看看周围那陌生又熟悉的环境，还有旁边一个劲儿叹气的父亲。我这是重生了？难道我也赶上穿越的快车？行了，哭哭啼啼的烦人，不就是断条腿吗？老子当年被人抄家都没损过，我还能继续干活的。说着，林来顺走下炕，断腿一碰地地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爹看到自己爹那样，前世的自己可真自私。爹娘，你们不用担心了，我不上学了。向阳，娘对不起你啊！是爹没出息，耽误了你。爹娘，你们别说了，前世咋就认准一条门路，非要读书呢？书读不好，一辈子平庸，比种地也强不了多少。书读好了，等过几年起风了，能不能扛住都是个事儿。不说了，娘不说了，你刚从县城回来，肯定饿了吧？娘去给你做饭。向阳，你放心，爹好得快，等爹能下地了，你赶紧回去读书。我儿子脑袋瓜聪明，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呢。您夸我聪明这事儿，我不跟您抬杠，但上学就算了，我想谋些别的出路。上学没出路，当农民更没出路，累死累活干1年，最后还倒欠钱，上哪说理去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必须想个正经出路才行。林向阳正寻思着，刘红梅已经捧着一碗暗绿色的糊糊走进来了。看到那碗一言难尽的糊糊，林向阳脸色复杂。向阳，家里的饭食肯定比不上你们学校，你先吃着糊糊，娘去隔壁给你借2窝头吃。不用了娘，我不咋饿，喝1碗糊糊就够了。林向阳伸手把碗接过来，一饮而尽，毫无调料味道，只有一股子苦味儿，真是难以下咽。一回头发现自己爹在偷偷咽口水，这都馋，看来是真的饿了。家里不会就这点野菜了吧？林向阳端着碗来到存放野菜的地方看了一眼，果然野菜已经没了。娘，这是家里最后一点吃的了。是，不过没事儿，娘待会儿去山上再挖点野菜。原来家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但凡还有野菜能续命，娘也不会求着我回来干活的，得想个办法养家糊口才行。林向阳正想着这些，忽然眼前一花，他发现自己面前竟然出现了一片偌大的空间，这里亮堂无比，地面则是无比肥沃的黑土地，还有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河流。好家伙，金手指！没想到刚穿越，自己的福利就到账了。刘红梅见到自己儿子，先是对着饭碗满脸愁容，现在又一脸傻笑，顿时心里一紧。儿子不会是中邪了吧？不然他那么用功读书的人，咋会这么痛快答应不上学？他爹，快拉泡屎，我有急用，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男人可拉屎了。我警告你，他拉屎可臭了，到时候熏得你连自己坟头都找不到。林向阳刚研究清楚了空间用法，就听到这刺耳的脏话。娘，你干啥骂我？我警告你，可别装成我儿子，我家向阳可聪明了，你别让我问住了。娘，你到底咋了？我问你，1加1等于几？等于2啊。是我儿子没错了，他爹没拉出来吧？没呢，老子定眼又不是系扣的，哪那么快？那就行，省得你肚子空了还得吃饭。林向阳赶紧把饭碗塞给自己娘，就出门去了。他刚才发现自己的空间有3大能力：一是储物，可以用意念将东西收进去和放出来；二是能种植农作物，并且进行催熟；最后则是时空静止，任何东西存放其中都会永远保存在时间停止的状态。这要是种上野菜，那自己家可就有吃不完的苦了。还是想想去哪学摸点种子来。林向阳正发愁，却听到一声怯怯的呼喊：小叔，娘说让我给你送个窝头来。他扭头看去，发现是大哥家的小妮子林秀宁。小妮子，快过来让叔叔看看，前世一直在外面上学和打工，1年见不到几次，后来这妮子因病倒腰，更是看不到了。小叔，你别打我行不行？我真的是太饿才偷吃的，我长大后还你一个窝头行吗？林向阳一愣，这才看向小妮子手里的窝头，发现在底部位置缺了一块。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妮子，林向阳一把给抱起来，然后就心中一惊，这妮子怎么那么轻？这哪行啊？不哭不哭，小叔不会打你的，快吃吧。我娘说了，这是给小叔的，不让我吃。那好，小叔拿着。林向阳在小妮子恋恋不舍的眼神中拿过窝头，又递还回去。小叔送你个窝头，吃不吃？小妮子被弄懵了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林向阳，随即小妮子宝贝似的抱着窝头，小口小口地啃着，还一脸的满足。小叔你吃，你去找爷爷奶奶吃吧，我去找你爹。
小叔，你别告诉娘我吃了窝头，她会打我的，那鞋底打定定可疼了。放心吧，小叔绝对不泄密。小叔真好，我长大了给你2个大窝头吃。在这姑娘小小的世界观里，2个大窝头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她小叔叔必须天天吃这么好的东西，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60年里，我却抢走了嫂子身上仅有的4颗玉米粒，只因我带着空间重生了。只要将种子撒进空间神秘的黑土里，眨眼间就能收获吃不完的玉米。此时林向阳大步流星的来到自己大哥家。大哥，林满仓猛地回头，见到是自己弟弟，顿时眼神有些复杂。我不走了，就在家里干活。那啥，哥没别的意思，其实你上学也行，就是行了，咱哥俩还弄那些虚的干嘛？明明是你之前总一副读书人的虚招子，还说我虚。之前自己自诩是读书人，将来是要上大学，所以总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，不怪大哥。这是我坐的椅子，咋样？挺好，挺好的。真的，咱爹娘和你嫂子都说这椅子1毛不值，没想到你会说好，难道是城里人喜欢这样的？快跟我说说哪里好。大哥，我不是跟你吹，就你这椅子送去派出所，甭管多凶的坏人，往上一坐都得认罪。咋听着不像好话呢？那正常人坐上去呢？正常人坐，那完了，社会上立马多一个坏人。向阳，你真不愧是读书人，笑死我了。听到媳妇的笑声，林满仓顿时明白了，你个兔崽子，原来是笑话我呢。你嫂子裤子坏了。裤子坏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向阳，等明儿你再过来，嫂子给你炒个菜，让你们哥俩喝一顿。听到这话的林向阳才一拍脑门，反应过来了。这年月人们穷，买不起衣服，绝大部分成年人都只有一身衣服，等不能穿了，就给孩子继续穿。嫂子的裤子坏了，这会儿估计没有可以换的，那我就补进去了。谢谢嫂子刚给我的窝头。刚说了你虚，又来，一家人谢啥谢？大哥，我还有个事儿，咱家有什么东西的种子吗？这年月谁敢私藏种子，让队上那些人知道还不吊起来打？我就要几粒，什么种子都行。真的1颗也没有？小树苗行不？那玩意儿我给你挖2颗来都行。你继续研究你的木工活吧，那玩意儿漫山都是，我就不用你了。向阳，我这里有几个玉米粒，你看成不？你个败家娘们，从哪弄来的玉米粒？我喂牛的时候从棒秸堆里捡的，想着煮了给妮子姐解馋，我保证没人看到。你啊你，老子真想锤死你！那玉米粒就算是棒秸堆里的，也是牛吃的，咱们就不能碰。这年月真就是牲口比人还贵重。大哥，何必呢？无非就是几个玉米粒。咱家是这么想，外人呢？你嫂子这事儿往小了说是捡来的，往大了说那就是偷国家财产。到时候要是让人告了，你嫂子可就不是挨顿骂这么简单了。行，你说的对，快把玉米粒给我吧。回去煮一煮吃了吧，解解馋。看着掌心里4个玉米粒，林向阳无奈的叹口气，打声招呼就走了。媳妇，刚才是我太着急了，我也是怕你被人给告了。妮子自从上次听你说完玉米可以煮着吃后，就一直问我是什么味道的。其实我这玉米粒不是捡来的，是我翻遍了棒秸堆找来的，也是因为这个裤子才坏掉的。我本想着晚上煮给妮子解解馋，可是现在全都给你弟弟了。我也不是怨你弟弟，毕竟是我给他的，他不能去上学，要回来养家，其实也很委屈。这苦日子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林满仓一个为了抢收粮食能熬3天不眠不休干活的铁骨汉子，此时听到媳妇的哭诉，也不禁红了眼圈。你先歇着，我去研究研究木工，只要有了技术，就好养家了。林向阳从自己大哥家离开后，找个无人角落，意念一动就把玉米粒送进空间里，随后用意念引出一些河水，浇在那片土地上，几分钟不到就变成玉米棒子。从空间刚出来，他就一阵天旋地转，差点晕过去。这意念空间挺费脑子啊，原来是饿的。连忙从意念空间弄出2根嫩玉米，吭哧吭哧啃起来，才终于有了些饱腹感。光吃玉米不够，还缺有水，有盐有水，人才能有力气。林向阳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大山，抓几只鸟垫垫肚子，总还是可以的。他立刻跑回自己家，拿着洗衣服盆就跑到山脚下，做好了一切。林向阳就蹲在树后面，耐心的等待。眼看着有5只麻雀已经进入陷阱，正要收网，忽然看到远处有一只野鸡溜达了过来，一直盯着那肥肥壮壮的野鸡进了盆里。林向阳猛地一拉柳条，立刻冲过去，手伸进盆里，摸到什么就收进意念空间。1个下午的时间，林向阳就抓了5只野鸡，35只麻雀。等回到自家门口外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才把野鸡全都拿出来，拎着进门。这时却听到屋子里隐隐约约的传出哭声。男人第一次进山打猎，靠着几个玉米粒，竟然打到了5只野鸡。本想回家改善生活，没想到家里却传来了哭声。咋了？娘，你们哭啥呢？出啥事了？小叔回来了，小叔没被我气跑。向阳，你没回学校啊？回学校？我回学校干啥？不都说不念书了吗？这不是你一下午没回来，我们还以为你早上是糊弄人，其实是悄悄跑了呢。
小叔，我以后不跟你抢窝窝头吃了，我长大后给你3个窝窝头，你别走了好不好？我不想让奶奶和娘再哭了。行了行了，人都回来了，还哭啥哭？孩子他娘，快去做饭，老子饿死了。向阳，你出去一下午肯定累坏了吧？先坐下歇会儿，娘去村里借点玉米面给你做窝头吃。娘，你们看这是啥？这可是我一下午的战果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！满仓，是野鸡。你们两个傻货喊啥呢？一会儿把质保队喊来了。向阳，你从哪弄的鸡啊？不是偷的吧？哥，这是野鸡，不是家养鸡，上哪偷去？还记得你给我那几个玉米粒不？我用它们做了个陷阱。原来晌午你跟我要那几个玉米粒不是解馋啊！我弟真聪明，我都想不到能这样。娘，这个鸡长得奇奇怪怪的，能吃吗？此话一出，屋子里几人又安静下来。这是林向阳抓来的，能不能吃，给不给他们吃，是林向阳说了算。满仓，妮子有点困了，我先带着妮子回家去了。这年月，谁家都没有余粮，尤其是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更不会有人往外分。所以王春兰害怕一会儿自己露出馋相会很丢人。娘，我不困。王春兰一把捂住小妮子的嘴，连忙往外走，看也不敢看那野鸡，怕眼泪会从嘴里流出来。林满仓也闷着头往外走去。你们走啥？我去做饭，待会儿咱们全家人吃。这一句话又给一家人整蒙圈了。向阳真的愿意把鸡分给我们一家吃吗？向阳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？向阳太不对劲了，一会儿答应不读书了，一会儿又抓来野鸡，现在竟然还会做饭了。应该是晌午那顿骂不管用，果然还是要惯使吗？你们爱信不信吧，我现在就去做饭，今晚咱们全家吃肉。吃肉了，娘，小叔说能吃肉。满仓，咋办？我去帮忙生火，这脸今天就先不要了，蹭自己弟弟一顿再说。这事儿哪能让男人干？我去给向阳生火。那我干啥？你跟向阳去嘎鸡，真是一堆没出息的货，看到肉馋得跟傻子似的。爹，你还说我呢？那哈喇子流的都比妮子多了。爷爷流哈喇子了，爷爷羞。哈哈哈，我也是个没出息的，咱家一堆馋嘴子。林满仓刚从屋子里出来，却正好撞见自己媳妇慌里慌张的跑进来。你咋了？慌啥？向阳宰个鸡，咋跟你要被宰似的？我的娘啊，那向阳简直就是宰我啊！你自己去看吧。只见院子里，林向阳蹲在地上，一手攥着鸡脖子，一手攥着刀，姿势靠谱，刀法精湛。小鸡好可怜啊！林满仓看着也没问题啊，正寻思着，却发现自己弟弟嘎了第一只鸡后，竟然还想嘎第二只。向阳，刀下留人，哦不，刀下留鸡。可惜5只鸡全都给抹脖子。大哥，你就别行注目礼了，再不帮忙，鸡血就浪费了。林满仓叹息一声，他看着自己弟弟干活是真心疼啊。那鸡毛多好的东西啊，能交给生产队换工分，还能冬天放在衣服里保暖。自己弟弟竟然用开水直接烫了，那烫过后就不能要了啊。还有鸡屁股，顶好的香东西，这败家弟弟竟然要切下来扔掉。林向阳趁着几人不注意来到厨房，悄悄利用空间采摘了玉米，并且将一部分玉米做成玉米面，装进家里的粮袋子里，又从粮袋子里弄出半盆玉米面，开始做饼子。玉米面，向阳，你从哪弄来的？野鸡能说是山上抓的，这玉米面总不能也是山上抓来的吧？林满仓两口子也是紧紧盯着那一袋子金栗子似的面粉。我在学校帮同学们开小灶赚来的，他们说我做饭好吃，这是给我的工资，之前忘记拿出来了。娘啊，这面咋这么滑溜，比春兰17岁那会儿的脸还滑溜呢？你个憨货，瞎说啥呢？嫂子，我哥那意思是不是说你现在脸不滑溜了？你个没良心的憨子，老娘辛辛苦苦给你养儿育女，你现在嫌弃我不滑溜了？疼，媳妇我没那意思。娘，快说说你儿媳妇啊，我快被掐死了。掐你也是活该，你那爪子上又是鸡毛又是鸡血的，也敢往这么干净的棒子面上摸。看着上蹿下跳嗷嗷叫的大哥，林向阳顿时乐不可支。爹爹加油，爹爹必胜。你个小丫头，老娘白疼你了是不是？敢给你爹加油！小妮子吓得连忙逃窜。林向阳本想将小侄女抱住，却没想到小妮子绕过他，迈开小短腿钻进屋里。爷爷救命，我娘要吃你的小妮子了。在这个3天饿9顿的60年代，别人家都苦人吃树皮，而我却带着全家人顿顿吃肉，只因为我带着空间重生了。等到林向阳炖好了鸡肉，这时只见自己老娘只拿了一个小小的碗过来。娘，你咋不拿个茶杯过来呢？你这碗咱得吃到明天早上去吗？这肉咱一人吃1筷子就好了，这年月有肉也不能一下造完啊。向阳，你自己吃饱啊，剩下的肉我存起来，这些肉咱能吃到年底呢。对，向阳你先吃饱，俺们尝个1、2块就行了。看着拿着小碗的娘和在一旁明明馋到不行也不敢坐下的大哥和嫂子，林向阳直接抱起小妮子坐在桌旁。妮子，你奶奶和你爹娘傻了，看到肉都不吃，咱俩吃肉好不好呀？小妮子本能的看看王春兰，向阳也不给嫂子开口的机会，直接用筷子夹起一小块肉放到她嘴巴里。好吃吗？
小叔真好，给我肉肉吃，我以后保证让你天天吃窝头，还有必须1年吃上1顿肉。妮子，放心吃，今天不光肉管够，还有3人给咱们站岗，保证没人敢来抢。媳妇，吃！刚才向阳害得我被你和娘掐，必须吃1碗肉才能弥补。吃吧吃吧，既然是向阳弄来的东西，他爱咋处理就咋处理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我抓的鸡，我做的饭，我说让你们吃，还有啥不敢吃的？向阳是真有能耐，我就没听说过有人能弄来这么多肉的。媳妇，你快尝尝这鸡肉，咋这么香呢？前几年还吃大食堂的时候，俺也吃过炖鸡，可那鸡肉都很老，很难嚼烂。这鸡肉真是软嫩无比。一顿饭吃完，等2个女人收拾好了碗筷，林满仓一家子要回家去。大哥，你把这些肉带上。不行不行啊，连吃带拿像啥样子？又不是给你吃的，我给虎娃吃的。你要是有空，就给虎娃送去。林满仓家有2个孩子，妮子是2丫头，老大是个儿子叫林小虎，刚10岁就送去给人当学徒了。王春兰一听林向阳的话，眼圈顿时就红了，哭得不行。可林满仓还是过意不去，不想要。2个没出息的，这是给你的呀，这是向阳疼他侄子侄女，你俩回去要敢偷吃，我打断你们的腿。听到这话，林满仓才敢接过碗，眼睛红红的，说不出话来。满仓，你说向阳咋这么好呢？我咋那么好的命，摊上你这么个好男人，还有个那么好的小叔子。将来虎娃肯定跟他小叔一样有出息。你快拉倒吧，虎娃长大能有他小叔1半聪明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娘，那我呢？你呀，随你那爹，憨得跟个2愣子似的。不，你是小愣子。爹是2愣子，我是小愣子。娘，咱家有2个愣子，你高兴不？高兴高兴，我咋不高兴？哎呦我的傻闺女哟，你可笑死娘了。大愣子，大愣子，我是小愣子。林满仓黑了脸，没好气地瞪了自己闺女一眼，也不知道这傻丫头随了谁。夜深，他爹一个劲儿倒吸凉气，毕竟林来顺摔断了腿，虽然请赤脚医生勉强帮忙将骨头对好，用了点药草止疼，现在药草的劲儿过去了，就开始疼了。爹，我出去找我同学一趟，他那有治疗腿疼的药草。向阳，别去了，爹不疼。爹，那同学还欠我3顿饭钱没给呢，我总得要回来，而且他家离得不远。那你也明天再去。向阳，向阳。林向阳出了门，直奔村里赤脚医生大舌头家。谁呀？大晚上找来了？这大晚上来找你的还能有谁？来顺家呗。也对，那碗止疼药的劲儿应该是过去了，这会儿肯定正疼呢。你干啥去？我去撒泡尿。当我傻？你是要去给林来顺拿药吧？我知道你这人心善厚道，可你之前给他接骨没收钱，还白饶了1碗汤药，已经够可以的了。那药都是上面定量给的，你要没了，钱没交上去，到时候别说医生当不成，你还得被送去劳改，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向阳啊！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叔，我爹腿疼的厉害，想用粮食跟你换点药。已经在想着该怎么拒绝林向阳赊账的大舌头，看到玉米面，顿时愣住。叔，你个臭小子，从哪弄来的粮食？我家以前剩下的余粮。放屁！你爹大半个月前就说家里没粮食了，都是靠野菜顶着。再说，就你娘那疼汉子的劲儿，家里但凡有1两，早就拿来他老子花了。我警告你啊，小崽子，看你爹受伤，你拿粮食也只是换药的份上。现在你从哪拿的就还哪去，我当不知道这事儿，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。你爹送你去上学，可不是让你学偷鸡摸狗的。屋里婆娘正好走出来，见到大舌头，指着林向阳低声嘟嘟囔囔，似乎不像是在说好话，当即走过去掐了自己男人一下。你个老东西，跟孩子摆什么谱？不会好好说。你不知道这小崽子多气人。哎呀，别掐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向阳，这从哪来的？舌头叔分婶儿，你们别生气，我确实撒谎了。这粮食不是我家的，是我上学帮同学抄作业赚的。抄作业还能赚钱？倒是真有这事儿。我在县医院培训的时候，也有同学求我给打小抄应付考试，都是给报酬的。不过我们也就是1两根烟，你小子咋弄来这么多粮食？这是我1个学期攒下来的。再说咱们村无论是个人家还是生产队仓库，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，我上哪偷去？这话让面前老两口脸色缓和了很多。这10斤棒子面配上野菜糊糊，让他一家子能顶2月，重生回到人人都吃不饱的饥荒年代。只因我给了眼前的男人10斤玉米面，他却要我给他磕头接上级。叔，别看了，快给我拿药吧。哦，行。这是我家祖传下来的药方，对治疗断手断脚效果很好。另外你记住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这段时间千万别让你爹下地走动，不然这腿就废了。林向阳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要走。你个混小子，这些药草是金子做的啊，能值10斤玉米面。舌头叔，你就拿着吧，实在不行就当这粮食我借给您的，成不？大舌头摇摇头，他脸多大啊，在这年月借这么多粮食。淑芬婶儿也是满脸忧愁，想要粮食又觉得没脸。忽然俩人同时开口：向阳，要不我给你说个媳妇吧？
你也够年纪了，还这么有文化，长得也不赖，婶子保管给你说个好媳妇。滚一边去吧！你给我磕个头，打今儿起我就是你师傅了，以后跟着我学治病吧。要说能当医生，林向阳自然也是心动的，但想到过几年倒霉的医生也不少，还是摇摇头。叔，你等我回家问问我爹行不？你也别瞧不起我，我家5代行医，祖上都当过御医的，只是到我这代有点没落了，但家传的本事可不小呢。只要你好好学，别说将来到县城，市里的大人物都要巴结着你呢。林向阳也是心中一动，他只知道小妮子将来是病死的，如果能学点医术，或许就能提前发现自己小侄女的身体哪不对劲。叔，那我回去跟我爹说说。行，你去吧。林向阳回家后，给自己老爹熬了一碗止疼药。向阳，你那同学是哪的人啊？就附近村子的，看您疼得浑身都是汗，快喝吧。一碗药汤下肚，没多久就起了作用。向阳，等过几天爹好受一些了，你就回去读书吧。爹，我不想上学了。学校里有人欺负你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我已经15岁了，该养家了。养个屁家，你爹又没死呢。再说，我觉得你小子是个聪明人，在学校上学都能赚到粮食。这种脑袋瓜当农民可惜了。想当年你太爷爷让我去留洋，可我贪着在家里玩，觉得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光，何必去跟那些洋鬼子瞎掺和？结果呢？但凡我要是愿意留洋读书，早就带着你跟你哥去城里了，何必当着泥腿子受苦受累？难怪这一辈子不管娘怎么跟爹闹脾气，但遇到事儿永远都是听爹的。爹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去跟大舌头学医，你觉得行不？啊，你是打算拜大舌头当师傅？那老小子祖传5代的医术确实了不得，当初说是去县城培训，其实就是走个过场。培训他的那人还不如他经验多，虽然是个好出路，只是爹没办法帮你。爹，你别着急，刚才我用同学的粮食去找大舌头换药材，他说看我上回学脑袋瓜聪明，愿意收我当学徒呢。还有这好事儿？我说要回来问问您，明天他应该就会上门问咱家的意思了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向阳起床时发现自己娘已经不在家了，显然是又跟着村里人上山去学摸野菜去了。林向阳忙把昨天剩的炖鸡放到锅里，又弄了几个玉米饼子热上。一个馋嘴子，你娘上山挖野菜还饿着肚子，你倒好，就咱爷俩在家吃肉。爹，知道为啥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吗？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正长身体，需要营养呢。就你有理，以前咋没给你起名叫有理呢？嘿嘿，把肉和玉米饼子塞给自己老爹后，林向阳就端着碗跑出门了。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来顺在家吗？没去山上采野草啊？这是等着我。向阳，你吃的啥？野鸡肉，昨天在山上抓的。大舌头盯着那满满一碗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那是一碗我的亲爹祖奶奶啊，那是一碗肉。大舌头眼睛都绿了，他都半年没见过荤腥了，难怪这林向阳如此大方，直接拿出10斤玉米面去自己家换药。那什么，你先吃着，我进屋去找你爹聊聊。说罢，大舌头钻进屋子里，想要找林来顺聊聊。这一进去，差点被熏了个跟头。林来顺竟然也端着一碗肉吃。林来顺，你个老东西，不过日子了。那肉孩子吃也就算了，你他娘的也捧着一碗在那吃。哈哈哈，叫声哥赏你口肉吃。去你的，老子堂堂一后人，差你这口肉。林来顺听到大舌头不愿意，故意在屋里吧唧嘴吃肉，肉香四溢。大舌头闻得到吃不着，气得直跳脚。等等，谁说我吃不到的？老子要是成了向阳的师傅，那就是他半个爹。这小子怎么也得孝敬自己吧。想着这个，他直接从林向阳碗里抓起一块肉，放进嘴里吃掉了。小子，这块肉就当是你的拜师礼了，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徒弟了，说啥也没用了。林向阳一脸无语，摇摇头放下碗进了厨房。你小子跑什么？我教你医术，吃你块肉咋了？再说你就算生气，也得把这半碗肉端屋里去。您这个师傅我认了，但一块肉当拜师礼不合适，您先吃了这碗饭，回头我给您弄点真正的拜师礼。刚才还对林向阳态度有点生气的大舌头，看着那满满的一大碗肉，愣住了。师傅，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，那就把祖传的真本事交给我。嘿，我家的那医术你要是学会了，起死回生不敢说，但在咱们是医生圈子里，你能当大哥。不过这年月的一碗肉可不是小数目，这比1碗金子还珍贵啊！我不能占你的便宜。大舌头，我儿子赏你碗肉吃，你咋还矫情上了？实在不行，你跟他拜个把子，我不介意多个老儿子。你个林来顺，你，老子今天还就收下这碗肉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向阳你就是我徒弟。徒弟，这碗肉师傅留下了，我保证不出10年把你培养的明明白白的。等你吃饱饭，去我那学习去。林来顺，你给老子记住，我现在是向阳半个爹，以后少他娘的搁我家胡闹，我辈分要是下去了，你也跟着丢人。丢下这话，大舌头立刻走人了。爹，还是你有办法，2句话就让大舌头把肉拿走了。那是我跟他一起长大的，想要收拾他还不简单。你个小崽子，管谁叫大舌头呢？以后要叫师傅，以后你进了人家的门，就要把人家当师傅孝敬，明白吗？林向阳答应一声，出门去了。趁着这时间，他想去山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野物，不能弄这一顿肉就拉倒啊。
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，这个男人却在野猪洞口熬起了粥，竟然一次猎到了5头大野猪，接上集。此时林向阳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着，打算等挖野菜的人走光了再上山。娘，我能去找小叔玩了不？小叔能不能跟我一起玩啊？你小叔肯定不会跟你个多嘴的丑丫头玩，别去讨嫌。娘，你骗人！小叔说我好看，小叔可喜欢我了，他还喂我吃。差点说出那个肉字。这年月，谁家有点吃的都是藏着掖着，怕人去借。林向阳听到小妮子吵闹的时候，连忙去把已经脸憋通红的小妮子解救出来。小叔，娘说我是丑丫头，说你不喜欢我。你娘骗你呢？其实啊，小叔就喜欢丑丫头。娘，听到没？我小叔就喜欢丑丫头。你真是跟你爹一样蠢。娘，你胡说，我爹才不蠢，我爹是大愣子。周围人顿时都哄笑出声。王春兰可气坏了，这话在自己家说说还行，哪有当闺女的跑出来满大街喊自己爹大愣子的？嫂子，我帮你看孩子，晌午吃饭再给你送家去。小叔，咱们是要抓昨天那种好看的鸡吗？看看吧，能抓到就抓。在山上找了半天，林向阳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，刚靠近就闻到一股臭味。小叔叔，臭！林向阳找了个草丛，把小妮子放下，乖乖待在这里别动。这洞还真不小，地上还有干掉的大粪和一些坚果壳，看来这地洞被不少人都发现过。林向阳想了想，当即利用空间弄了一盆棒子面，倒上里面的泉水，然后搭了个简易的灶台，又弄来枯树枝点燃，把那盆棒子面往上一放，瞬间香味弥漫整座大山。小叔好香啊，我也想吃粥。哈哈哈，傻丫头，咱们不喝粥，咱们吃肉。林向阳连忙拿出昨天抓的麻雀处理了一下，就开始烤。快吃吧，趁热才香。小妮子刚接过肉，远处突然传来哼哧哼哧的声响。林向阳一把抱起小妮子，躲在树后，5头大野猪就循着香味朝地洞走去。妮子待在这儿，千万别动。他猫着腰靠近地洞，突然将一根燃烧的木棍扔了进去，洞内顿时响起震耳的嚎叫，野猪争先恐后的往外冲，出来一只，他就往猪身上拍一巴掌，将其收进意念空间，最后将5头野猪全都收入囊中，望着意念空间一动不动的几头大黑猪。这年月黑市上的肉都有人敢卖到7、8块钱一斤了，这要是都卖出去，直接就是大几千块钱到手啊！想着这些，林向阳已经抱着小妮子回到村子里。此时就见远处一老一少穿着中山装，推着自行车，满面红光的走着。生产大队长点头哈腰的望着两人，两个不要脸的，还提拔老子，都他娘的饿得吃不上饭了，还扯什么犊子？海叔，注意素质。是，我态度不端正，我一定深刻检讨，好好学习嘞。哎，小崽子，你欠揍啊！海叔，您祖籍四川的吧？你啥意思？四川有种传统戏曲叫变脸，您学的可真像。海爷爷真厉害。向阳，你一个中学生，整天没个正形，这小妮子早晚被你带坏了，还敢笑话你海叔了？说着说着，刘海又惆怅起来。别以为海叔不知道，村里有人暗地里说我是狗腿子，只会巴结领导。那我要是不巴结，人家能批粮给咱，到时候随便2句话，种子少给一些，咱们村老的少的喝西北风啊！向阳，你好好读书，书不求别的，你将来出息了，别忘了村里就行。看着海叔离开，林向阳把妮子送回家去，然后直奔师傅大舌头家。师傅，师娘。见到林向阳来了，大舌头立刻摆出师傅的威严。来了，小子，去把草药给我整理了。哎呦，向阳来了，快来这坐会儿。婶儿，哦对，是师娘，师娘给你倒碗水。大舌头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傻娘们干啥呢？知道的是我徒弟来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我爹来了呢。看着屋里热络聊天的俩人，大舌头怎么看怎么来气，冲进屋就拎起林向阳的耳朵。不懂事的，让你做你就做，出去干活去。你个老犊子，给我松手！你个老犊子手咋这么欠呢？啊，你咋这么缺德呢？那向阳招你惹你了，给你那么多吃的，喝你家一碗水你不乐意了？师娘，我师傅不是那意思。向阳你别管，这老犊子就是欠收拾，分不清大小王了。什么叫分不清大小王？我是当师傅的，咋也得是个大王八。还大王八？你今天就算说自己是老王八也没用。向阳这么好的孩子，你要再敢上手上脚的，老娘饶不了你。什么王八不王八的，真难听，当着徒弟呢。再说大家都是这么教徒弟的，我当年也是挨了不少揍的。教徒弟就得揍，那你当初挨那么多揍，学了多少本事？我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挨那么多揍啥也没学会，就证明你们这招不管用。师娘，你就饶了师傅吧。不行，向阳你别管，今儿必须让他长长记性。主要吧，师娘，你要是把我师傅耳朵扯大了，以后人家说我有个猪耳朵师傅，怪丢脸的。师娘闻言顿时笑个不停，手上也没力气。大舌头拉着林向阳跑到院子里。你个小混蛋，让你给我求情，你骂我猪耳朵干嘛？师傅，您这就太不讲理了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你耳朵还被滴流着呢。少废话，去干活。
为了改变家人得病过早离世的悲惨命运，林向阳来到了师傅大舌头家里，正式开始了学医之路。师傅，那咱们先从哪开始学？这些是入门基础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你仔细听好了。介绍完10几种草药后，大舌头看到林向阳还在嘀咕：“傻小子，我就是让你先熟悉一下，你还真打算听一遍就全记住啊？”师傅，可我真记住了。不知道是重生的原因，还是那个意念空间导致的，林向阳发现自己记性格外的好，竟然真就一遍都记住了。向阳，别以为你师娘疼你，我这个当师傅的就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正洗衣服的李淑芬抬起头来，眼珠子一瞪：“就算师傅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可你在认识草药的这种事儿上撒谎，坑的是别人，害的是你自己。”大舌头没想到林向阳还真有两下子，这么快就记住了自己教的东西。你把这些药草分出来，然后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大概用途。林向阳立刻将药草全都分出来，一边分还一边念叨着药草各自的名称以及作用。好家伙，天才啊！我随便说几句，你全记下来。徒弟，走走走，咱们屋里说去。不足5平米的小屋子里摆着不少书，林向阳看着那些书，眼睛都放光了。这些可都是中医的传承啊！小子，怎么样？这些可都是宫廷医术，都是给皇帝治病用的，老百姓可接触不到。也就是你师傅我家里还能藏着这些书，听说一些老中医都把家里的孤本拿去卖破烂换粮食了，你说那不是糟践东西吗？师傅可不敢瞎说，什么御医，什么老百姓接触不到，这话传出去是要倒霉的。你当你师傅是傻的吗？也就是你来了，我才跟你介绍一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子，你的记忆能力确实很强，但当医生记性好可没用，还要有天赋。师傅你放心吧，我都记下了。那你看书吧，先从食药那本开始看，那是我家祖上编纂的，用来教新手认识草药的。大舌头丢下一句话，转身就出去了。等大舌头溜溜达达的来到院子里，舌头，你咋不教了？让向阳自己看书学能行吗？这小子太聪明了，我那点底子教不了2天就全都得给他学走。到时候这小子不得看不起我，就让他看书去吧，让我家老祖宗教导这小崽子，保证他一天下来就对我的医术服服帖帖的了。不要脸，那哪是对你的医术服帖啊，那是对你家老祖宗服帖。一样的。到了晚上，林向阳将一本食药全都看完了，才心满意足的合上书本。向阳，快来吃饭了。灶台边，师娘正在做饭，2个的孩子就蹲在一边，眼睛就这么直勾勾盯着灶台。锅里其实就是野菜糊糊加了一些玉米面，看上去比清汤粘稠一点。师娘又拿出林向阳给的那碗肉，拿出2小块骨头放在糊糊里涮了涮，等油花散在锅里后，又把骨头再拿出来。师娘，还是让我来做饭吧。去，捣什么乱？别跟你师傅学那些老规矩，咱家不兴那种把徒弟当牛做马的臭毛病，你就安心坐着等吃饭。小崽子还装城里人那套，谦让上了还，过来等着吃饭吧。家里算上林向阳，现在有5个人，那野菜糊糊成了5碗半，那个碗里有鸡肉的糊糊被摆在了林向阳的位置上。师娘招呼几人吃饭，他则是端着一碗飘着点油花的糊糊去了隔壁院子。那败家娘们给他孙子送吃的去了，孩子刚出生，你嫂子营养不够，孩子没有奶吃，所以有点荤腥，就赶紧惦记着那一家子。师傅，我就不在这吃了。不行，你是我徒弟，在我这学艺，我连饭也不管就成笑话了。你想让村里人都看不起老子是怎么的？我爹还等着我熬药呢。虽然知道林向阳是故意找借口要走，但又不能阻拦人家去给自己老爹熬药，只能没好气地说：“嫌老子家饭不好，想回去吃肉是吧？我还不稀罕招待你呢，赶紧滚！”林向阳出了屋子，没有直接走，先去了小药房，从意念空间里处理了半头猪拿出来。师傅，我在小药房给你放了点东西，顺带借本书走啊。你个小崽子偷我书是吧？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大舌头急忙追出来，那可是他的命根子。正好李淑芬一脸愁容的回来了，2人撞了一满怀。你要疯啊？不好好吃饭，跑什么啊？哎呦，那小崽子拿我书跑了。谁？向阳啊？拿你本书就拿本书，他还能给你弄坏了啊？再说你本来就打算让人家看书学习，拿你本书回去看看咋了？回去。柱子说在药房给我留东西了，我去看看。媳妇，你快来看看，我他娘的是不是饿出幻觉来了？咋了？你嚎啥呢？等李淑芬往里一看，也傻了。药房的桌子上赫然摆着半头猪，绝对有100来斤的肉。这，我的乖乖呀！大舌头拿起桌子上的纸条，师傅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拜师礼不能太寒酸。您让我弟弟妹妹吃饱，再给大哥大嫂补身体。如果您退回去，就代表您不要我这个徒弟了。那我明天也不会再来打扰您了。看到这纸条，大舌头眼圈顿时泛红。咋了？这上面写的啥啊？等大舌头缓缓念出纸条上的内容，我的娘啊！向阳这孩子咋这么好啊？他咋这么好啊？屋里2个孩子听到动静，慌忙跑出来。娘，你咋了？以后你俩要把向阳哥当成亲哥，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，我就揍死你们，听到了吗？2个孩子很是懵懂的点了点头。这个男人自带空间穿越回60年代，利用空间一次猎到了5头大野猪，没想到给瘫痪的老爹气得差点跳起来。林向阳回到自己家，悄悄从空间取出1整头猪。娘，我来做饭吧。今天我实在是不想吃糊糊了。去，我来就行。娘，我昨天不是证明了吗？
我会做饭。你是证明了，证明的我都心疼死了。那么好的玉米面都快赶上细粮了，就直接做成饼子吃。我用那粮食找人换了点棒子面，1斤纯玉米面换5斤棒子面，划算吧？娘，村里人吃的棒子面都是连壳一起碾碎，有的还带着玉米芯，那玩意儿吃着都拉嗓子眼。放心，娘给你吃的是纯玉米面，我跟你爹吃棒子面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棒子面吃多了对肠胃不好，容易拉不出来。想啥好事儿呢？哪有那么多棒子面吃？这点粮食能顶几天还不一定呢。到时候肚子里没食儿，拉不出来更好，省得饿了呢。娘，你看看这是啥？你说今晚上我有做饭的资格没？向阳，哪来的野猪？娘，那是我从山上抓来的。啥？你啥时候上山抓野猪了？你这孩子怎么悄没声的跑山上抓野猪去了？上次质保队那些人拿着枪上山去抓野猪，去了10几个人，最后野猪没抓到，还有好几个人受了伤。孩子他娘，我咋听着向阳说去抓野猪了？爹，我在山上抓到了野猪。爹是没什么文化，但不是傻子。1猪2熊3虎，这野猪最难产了，不但喜欢群居，脾气还异常暴躁，那一身皮厚的，连土枪距离远了都打不死。你告诉爹，你是怎么抓住野猪的？今天一天，爹可没听见枪响。爹，你这么严肃干嘛？怀疑我是偷的？那咱们村里也没有人能弄到这么多肉啊。别说一群农民，就算是公社现在想要弄到猪肉，估计都不容易，所以爹才更加担心是不是谁给你的。爹，你该不会怀疑我是特务吧？那我跟你说怎么抓到的野猪，爹你千万别告诉我娘啊。你先说。其实我是在山上发现了一个野猪曾经待过的地洞，然后熬了一盆玉米粥放进地洞里，等着野猪钻进去后，出来一头我就砸死一头，就这样抓住他们。林来顺听到林向阳竟然熬了一盆玉米粥喂野猪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爹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，老子怕忍不住打死你个败家子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是你非要听，现在我说了你又生气。我他娘的知道你这么败家。不是，爹算账总会吧？一盆粥顶多2斤玉米面，我抓来2头大野猪，您说价值多少钱？2斤玉米面，就算卖到村里人说的黑市，1斤可能也就1、2块钱，但猪肉可就不一样了。据说有人敢卖到1斤7、8块呢，2头野猪怎么也得3、400斤吧？好家伙，这绝对是一本万利啊！你小子是真聪明，也真舍得。难怪别人都抓不到野猪，谁舍得白扔2斤玉米面啊？对了，那2头野猪去给你师傅送个猪头过去，往前倒退20年，这才算正儿八经的拜师礼。早就给了半头猪。你说啥？来，我的好儿子，让爹亲近亲近你。爹，你别笑了，你笑得太瘆人了。儿子，你说啥呢？爹最疼你了，快过来让爹好好疼疼你。爹，我去帮我娘收拾猪肉，您歇着吧。那可是半头猪啊，100多斤肉啊，就这么水灵灵的送出去了。哎呦，咱家也有猪了。向阳啊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娘，咱得赶紧处理，您去把大哥大嫂叫来帮忙吧。娘刚才就想叫你哥来帮忙，就是怕你觉得这猪是你弄来的。大哥是自家人，您快去吧，咱们今晚全家一起吃杀猪菜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叫你哥。不多时，林满仓一家3口被喊来了。看到院子里的那头猪，大嫂王春兰直接被吓得坐在地上了，死死捂着嘴巴，才勉强没叫出声来。小叔，这大家伙是啥呀？把我娘都吓哭了。你这孩子真没出息，看见头猪就成这样了。娘，你刚才在院子里围着猪转了10几圈，又鼓掌又蹦高的，跟跳大神似的，其实我都看见了。你这小兔崽子，净瞎说！训完了林向阳，刘红梅也忍不住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，看着这婆媳俩又哭又笑的。向阳，咱娘跟你大嫂不会得癔症吧？要不我先把他们捆起来，别让他们伤到自己。赶紧切肉，然后把肉腌一下，不然等放臭了，咱娘和我嫂子才是真的要癔症了。对对对，可不能浪费东西，不然要天打雷劈的。说着几人就开始忙活起来。林向阳几次想要插手都被撵开，而小妮子则一直缠着林向阳，想跟他玩。去，别缠着你小叔，他是干大事的人，哪有空哄你个小丫头片子？哎呦，妮子不哭，叔叔抱抱。嫂子，姑娘还是得宠着点，这样将来她才不会缺爱。缺爱？向阳，你们读书人事儿真懂得真多，咱们从小谁不是被大人揍到大的，也没见谁缺爱。就是啊，小时候我犯错，咱爹揍我的时候都是掉在树上抽的，生生打断了3根胳膊粗的树枝，我也没缺爱啊。咱爹还有这么暴力的一面呢？可不是，也就是你受宠，所以没挨过揍。我当初可没少挨揍，就说吊起来打那次吧，我就是偷咱爹一根烟卷，想试试味道，你说至于吗？向阳，可别听你哥瞎说，你爹抽他不是因为他偷烟卷，是因为这兔崽子抽了2口烟卷，觉得味道不好，就给丢开了，结果丢在了麦秸垛上，点燃了10几个麦秸垛，村民们为了救火忙活了一晚上。对，我听说过这事儿。当初这憨子第一回去我家提亲那天，我娘还问他现在还玩火不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啊！我说你娘咋问我玩不玩火，还以为她想让我帮忙烧饭呢。看着自己大哥那憨乎乎的样子，林向阳又看向怀里的小妮子，这丫头将来不会这么笨吧？那可很容易被骗走的。来，妮子，小叔教你认数字，我念一句，你跟着念一句啊。林向阳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教，一直念到10。记住了吗？啊，还要记住啊？怪我
我忘记让你记住了，那我再教你几遍，看看你能不能记住。紧接着，他又重复教了5遍，又紧张地盯着小妮子问道：“这次呢，记住了吗？”小妮子看看林向阳手里的小木棍，又看看林向阳，别怕，就算你念错了，小叔也不会揍你的。可是小叔，我记得你这个小棍棍是我之前拉完粑粑后，奶奶给我擦屁屁用的。妮子，你咋不早说？都怪小叔，你刚才来回晃那个小棍，所以我认出来的慢。得，这妮子肯定又没记住自己刚教的东西，应该是年龄太小的原因，还是以后再教。向阳放弃吧，这妮子跟他爹一样憨，学习一窍不通，就喜欢疯玩。会玩也行，这种孩子心态好，我希望妮子能一生无忧，天天开心。瞧瞧人家向阳，多疼你那傻闺女，你也不知道说句话。那我就祝咱弟儿梦想成真。林向阳则是狐疑地盯着自己大哥，这家伙不会是装憨的吧？这些猪肉林向阳有很多种做法，可惜空有肉却没有佐料。到最后，林向阳把大哥家的所有材料弄来，也才勉强做了一锅红烧肉。娘，我想吃肉。闭嘴！以后吃饭都要等你小叔先动筷子，要是敢没规矩，我就揍死你！你个小丫头，吃肉的大好日子，你在这给我哭嚎什么？要是敢把眼泪掉下来，看我今天抽不抽你！嫂子，孩子还小呢，妮子咱们不哭啊，小叔给你吃肉肉。向阳，别这么宠着他，将来宠坏了，到娘家是要被笑话的。他们敢？咱家妮子就是个宝贝，那是来咱家享福的，不管嫁不嫁人，谁敢欺负她？你看我怎么揍他们！小叔，你别生气，我娘不是故意打我的，她就是不小心的，你不要揍她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笑了。嫂子，你看这妮子多向着你。你这小妮子，算你有良心。妮子放心吧，我不会揍你娘，你娘要是受欺负了，我还要帮忙出气呢。王春兰又是一阵眼圈发红，但她觉得这是好日子不能哭，就一个劲儿掐着自己男人的胳膊。满仓，你说我上辈子做啥好事了，咋就嫁进咱家门里了呢？林满仓被掐得龇牙咧嘴，也在暗暗寻思，我上辈子是不是天天揍自己媳妇，所以这辈子天天挨掐还债？我本以为这种年月咱家能不饿死人就算是好事儿，没想到还能吃上这么多肉，还得是我家向阳，真有本事。向阳长得这么好看，还有本事，将来咋也得娶个城里媳妇。一顿肉而已，咱们还是赶紧吃饭吧。最后每人吃了一大碗五花肉，3、4个窝窝头。小妮子捂着圆滚滚的小肚子，屁颠屁颠跑到炕上，直接躺下就要在这里睡觉。妮子，先别睡，咱得回家了。我不走，我要跟小叔叔一起睡。就让他在这睡吧，反正炕上有地方。这不好吧？林满仓却拽了拽他的衣角。林向阳看着两人眉目传情，赶紧说道：“赶紧弄一碗肉给胡子送去，他整天干活的补不流水。再拿2件猪下水送给他师傅，让他师傅好好关照一下胡子。”王春兰还是连连拒绝，连吃带拿的那成什么了，拽起自家男人就走。你俩要是不拿，一会儿我自己送去，到时候我送的可更多。王春兰为难地看向自己婆婆，别看我现在向阳当家，他说啥就是啥。那行吧，不过我拿1碗肉就是了，猪下水可不能再拿了。出了门，林满仓让王春兰自己回家，他则是端着肉屁颠屁颠给自己儿子送去。一想到媳妇在家里等着自己，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很快，林满仓到了邻村铁匠家。爹，你咋来了？给你送点好吃的。肉？爹，你咋又弄来肉了？你小叔抓来的野猪，给炖了一锅肉，快点再吃2口。不了，爹，我给师傅端过去吧，正好他老人家喝酒呢。行吧，最近学的咋样？挺好的，每顿都能吃半碗，1碗野菜糊糊呢，而且我都会磨刀了。儿子每天又砍柴又打铁的，一天3顿就半碗糊糊，而且都来了大半年了，刚学会磨刀，这铁匠是真不教东西啊！他还想再说2句，屋里传来了粗犷的骂声：“你这小王八羔子干啥呢？还不滚回来给老子捏捏肩膀！”来了，师傅。胡子小心翼翼地接过那碗肉，就关上门回屋去了。林满仓不放心，悄悄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儿子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就知道肯定是才被揍了没多久。师傅，我爹给送来1碗红烧肉，您下酒吃吧。好小子，你爹挺有本事啊！昨天刚弄到1碗鸡肉，今天又弄到1碗红烧肉。行，就冲你和你爹这份孝心，今晚给你吃点沾沾，明天我教你怎么选铁料。要是以后你爹能天天给我送肉吃，老子保证你用不了1年就能出师。随后铁匠丢给胡子一个发灰的硬窝头，他则是毫不客气地开始对着那碗肉大块。胡子也不敢多说，坐在小板凳上吃着窝头。林满仓透过门缝看到这些，气得差点破门而入。可想了想，这年月要是没个手艺，以后儿子只能跟自己一样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土里刨食吃，还不是苦一辈子。胡子，爹没出息，你再忍忍，等你学会了手艺，爹砸锅卖铁也送你进城找个厂上班。在这个3天饿9顿的60年代，
只因我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了半头猪，他竟然要把祖传的医术传承给我。接上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向阳直奔师傅大舌头家。哟，少爷起床了，也不怕太阳把你钉烤糊。哎呦，我的耳朵！当谁都跟你个老梆子一样睡不着觉啊？向阳年轻，多睡一会儿咋了？师娘瞪了大舌头一眼，然后笑盈盈走到林向阳面前，就开始上下打量他。师娘，你干啥呢？你师傅有件衣裳不穿了，师娘给你做件褂子穿。不用的，师娘，我回头自己去买就行。瞧瞧人家这派头，动不动就买去买去，你家趁金矿了。向阳，他是嫉妒你有本事，咱不搭理他。而且就算你有钱，你买的是你买的，师娘给你做是一片心意，咋？你嫌弃师娘家东西不好，还是手艺不好？师娘，我没那意思，我要衣服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小崽子，你一来老子就倒霉。又不是我揪你耳朵，要不我把师娘叫出来给您赔罪。滚滚滚，给老子滚药房去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等他俩进了药房，大舌头拿出一个紫檀木盒子。师傅，这盒子不收钱的吧？皇帝御赐，工部打造，据说光材料就值1000多两银子。你说现在多少钱？现在肯定是不值钱，但过个几十年卖个上百万是可以的。几百万？你个小混蛋也真敢说啊！我这不是顺着您的意思往下说呢吗？我就多余跟你个小崽子废话，这里面是我的家传医术。既然你说昨天的半头猪是真正的拜师礼，那这也是我真正要教给你的东西。林向阳好奇地看向盒子里，发现里面有好几样东西：一本失传的木猴医经，记载着许多后世未见的疑难杂症疗法，还有2包珍贵的金针和银针，放在当今价值连城。师傅，我刚入门，您就给我真正的传承，不再考验我了。再考验你，你师娘就要把我撵出家门，她亲自教你了。再说这种饥荒年月，又眼看着要到冬天了，家家户户都想着囤粮，你小子却舍得把半头猪拿出来给我一个没权没势的赤脚医生，这种人品还有什么好质疑的？见师傅都这样说了，林向阳也就不客气了，痛快将东西收下。这东西还是放在自己这比较保险，省得将来被毁掉。昨晚的书呢？没给老子弄坏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么爱惜书的人，您看一个角都没折。行，那你继续读书吧，我出去抽袋烟。看着那满柜子的书，林向阳决定用最短的时间看完这些医书，为自己打下结实的医道基础。瞧瞧咱这徒弟多爱学习，将来肯定比我强。话音未落，自家2个小孩嘻嘻哈哈的从门外打闹着跑进来。2个小崽子刚吃顿饱饭就赶出去野了，指望你们继承老子的本事，下辈子吧。正好，秀秀、明明去给你们向阳哥倒碗水。知道了，娘。药房里，林向阳正看书呢，就见师傅家的2个孩子跑进来，一个把碗放到桌上，另外一个拎起水壶就倒水，又同时开口邀功。向阳哥，娘说要倒水，我给你拿碗了。向阳哥，水是我倒的。林向阳看着2个孩子扬起小脸盯着自己，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，1分钱也没有，连块哄孩子的糖都拿不出来。晚上说啥也得去一趟黑市，去把猪肉卖了，换点家里用的和哄孩子的。林向阳正寻思着，迟迟没有喝水，让2个孩子有点紧张。向阳哥，你是嫌我俩脏吗？我刚才没玩泥巴，不信你看。秀秀伸出一双尚算白皙的小手，而7岁的明明也伸出沾满泥巴和尿味的手，显然是他刚用尿和泥巴完，真要喝了这碗带尿的水，谁又能安抚他受伤的心灵呢？喝水着啥急啊？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游戏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玩去。这个游戏叫套房子，我教你们玩。看懂了吧？你们轮流来，谁输了就下场重新来，不许打架，明白没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给2个小玩意儿玩这又蹦又跳的东西，肯定饿得快。今天晚上又得吃老子好多肉。师傅，那些肉你就吃吧，我还能抓呢。向阳，这年月谁都不好过，你拿2次肉已经算是拜过师了，要是再敢拿东西来，别怪师傅翻脸。我是你师傅，要是靠你一个小崽子养着，我成啥玩意儿了？再说你大哥家里有2个娃都自顾不暇了，你爹娘大概率要靠你一个人养着，你要是再这么大手大脚的，你就算是有个养猪场也养不起，明白吗？那行，师傅中午你给炖个肘子吧。肘子没有，我给你个鞋底子烧饼你吃不？赶紧看书吧，一会儿我可得考你。林向阳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看了半本书，偏偏那些东西还没忘，全都记在脑子里了。自己的记忆力啥时候这么好了？难道是意念空间？于是林向阳尝试将医书收进意念空间扫描后，整本书的内容瞬间烙印在脑海中。他索性把所有医书都扫描了一遍，连大舌头家传的医书也不例外。短短片刻，几百年的医学积累全成了他的知识储备。等到林向阳用空间把所有医书的知识吸收进脑子里后，想试试自己的医术到了什么境界。师傅，来帮个忙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您坐这，先喝口水。你叫老子进来，就为了给口水喝？这谁咋一股尿味？先别管水，让我好好端详端详你。你小子端详啥？我脸上有东西。我在望闻问切呢。你望你大爷个腚啊！刚看了2天医书就敢行医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师傅，实不相瞒，你有点虚啊。那败家娘们咋啥都跟你说？师傅，我是说你体虚，就是总吃不饱，身体饿坏了。小崽子，你拿师傅逗着玩的是吧？
这年头谁他娘的能天天吃饱肚子？我今儿不抽你是不行了。师傅别激动，我虽然没办法治你的饿肚子，但我能治你另外一个穴。放屁，我都没招，你能行？我也是凑巧了，在您家传的这些医术里找到一个药方，专门治这个的。不信您在家等着，我去山上给您找草药，保管您精神焕发，以后师娘定会对您温柔相待。那你小子就去找找吧，不过别进深山，等回来后你把方子给我看看，咱爷俩一起研究。到时候做出东西来就送公社去，看能不能给你小子换几斤粮食回来。林向阳答应一声，就直奔山上跑去。按照脑海中的知识，很快找齐了所有的药草。你咋弄了这么多？我怕一次做不成功，多弄些备用。行，那你把方子拿出来，我研究研究，跟你一起弄。林向阳按照记忆，在书架上找到记录药方的书，递给了自己师傅。随后他开始清洗草药，并且开始按照方子上教的处理。看着林向阳那熟练而流畅的动作，向阳，你以前学过医术？这话问的林向阳也一愣。难道说那些知识进入大脑自动形成肌肉记忆了？没学过，但我在县城里偶尔会为了混个窝头吃去医院帮忙，所以看多了就会了。你小子倒是聪明，知道医院不缺吃的，去那确实能混到些许油水。等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药汤终于熬好了。师傅，尝尝。行，为了你小子我豁出去了。方子上说这药会有点刺激效果，我这喝下去没啥感觉啊。可能需要等一会儿吧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等等，先别收拾，带你妹妹和弟弟出去玩，晌午再回来。林向阳急忙带着2个小孩子出了门，刚出村口，就看见妮子正和几个小孩子蹲在草丛边抓蛐蛐。林向阳走过去，一把将小妮子抱起来。小叔，娘说你去学本事了，不让我去找你，可是我都想你了。走，小叔带你去玩游戏。你把我媳妇放下来。谁是你媳妇？就她，李妮子。滚蛋！我家妮子不嫁给你。我娘都说了，妮子长大要给我当媳妇的。妮子，你快下来，我带你抓蛐蛐，一会儿我烤完了给你吃半个。妮子咽了一下口水，有些心动，毕竟她可不懂什么叫当媳妇。妮子乖，咱不跟这小破孩玩，晌午小叔带你回家吃肉肉。小鼻涕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不要当你媳妇。你敢抢我媳妇，我要让我爹揍你！鼻涕娃，再敢缠着妮子，我揍死你，信不信？臭羞羞，你等着，我让我哥来打你！嚯，这小子还见人下菜碟呢，对付自己就让他爹来，对付秀秀就让他哥来。你哥让他来，我问问他，还记得上次被我抓得满脸花是啥感觉？没想到这丫头在村里还是个女霸王呢。向阳哥，我平时很乖的，你别不带我玩行不行？姐，你撒谎，咱村小孩子就没有不怕你的。村里人都管你叫刘一脚呢，说你揍谁都是一脚踹飞。刘一脚这外号多难听啊！你哪能说自己姐姐这个？以后有人这样说你姐姐，你就跟他们干架，干不过来告诉我，我帮你们。哦，以后谁再喊刘一脚，我揍他们。秀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向阳哥，你是第一个愿意帮我出气的，我爹和我娘都不管我。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，就来找向阳哥，知道吗？我帮你收拾他们。刘一脚竟然哭了，我要去告诉所有人。我向阳哥说了，不许你们喊我姐姐刘一脚，我揍死你！你等着我找我爹去。弟弟你真好，以后你做啥姐姐都不生气，不会再揍你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之前玩你头皮筋掉茅坑里的事情，你也可以原谅吗？哪一根？姐姐你傻了，你不就头上那一根猴皮筋吗？我揍死你！好了，咱不生气，回头哥给你买个漂亮的发卡，咱们不要这猴皮筋了。真的吗？向阳哥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明天就把蝴蝶发卡给你带来。向阳哥，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哥，比我亲大哥都要好。姐，那你有发卡了，头上的猴皮筋能送给我不？妮子，你寻思啥呢？小叔，我也想要发卡，我也喊你向阳哥，你能给我一个不？你这傻丫头，咋还给你爹妈降辈分了呢？行，我给你买一把发卡，行不？谢谢向阳哥。哎呦，笨丫头，你笑死我了！因为害怕那小混蛋再来招惹妮子，林向阳先把妮子送回家，顺带给自己爹把治腿疼的药熬上。爹，我在师傅那学会针灸了，可以帮你加速恢复。你个兔崽子，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，不就是拿我练手吗？来吧，爹，你放心吧，师傅都说我出师了，可以行医。是吗？之前还觉得你师傅这人挺没溜，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，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个东西，连小孩子都骗。林向阳摇摇头，从怀里摸出针灸包，完全凭借肌肉记忆，轻松将所有针都落在穴位上。林来顺紧张地抓着抗炎，深吸一口气，等待迎接即将到来的疼痛。可没想到他这一口气还没憋到头，就发现针扎好了，不但不疼，腿上反而还有种热热的感觉。
哟，你小子行啊，2天能学成这样，早知道你小子有这天赋，还送你上学干啥？当初我咬咬牙给大舌头送点礼，你现在都能行医了。我现在也能行医。对了，一会儿我就把师傅给你的药换了，配一副好的快的新药。向阳，我算你师傅，那是因为我俩一起长大的关系好。再说我们大人都是互相损着玩的，可你不一样，你是小辈，而且还是大舌头的徒弟。就算是你学得再快，本事再大，也不能瞧不起你师傅。我没瞧不起他。那换药的事情，你师傅知道吗？这种事儿，你是不是应该过问一下他？林向阳挠了挠头，觉得这话很有道理。那行，我先去问问我师傅，我配的那药咋样？还得是你啊，爹！要不是你提点，我都把我师傅得罪了。臭小子，真他娘的有本事！林向阳本以为自己师傅该结束了，没想到等他回来，发现师傅家大门还关着。好家伙，那是药，又不是发条，怎么还没完了？又等了1个多小时，大舌头终于磨磨蹭蹭的开门了。你咋还等着呢？我都睡一觉了。我也刚回来，师傅咋样？跟你说句实话，我从来没见到你师娘这么听话过。我是问身体咋样，其他的就不用讲了。效果很好，回头你多做一点，我送去公社。师傅不能送去公社，倒不是我抠门，可这到底是治那方面的，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啊？万一送个礼把人送恼羞成怒了，可咋办？也对啊，确实不能就这么直接送，回头咱爷俩研究研究，找个好点的借口和机会。成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在咱家传的医书里找到个古方，想给我爹换药，但我有点吃不准，您给我拿捏拿捏。滚滚滚，准是你那穷讲究的破爹出的主意，哪来的这么大规矩？你本事比我大，想换就换，还拿捏个鸟啊！林向阳嘿嘿一笑，又上山去挖草药了，给自己老爹熬制好。等到把药给自己老爹弄好，也就到了晚上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林向阳往怀里揣上2个窝头。爹，我去同学家玩了。林来顺一猜这小子就不是要去同学家，但没有戳穿。别乱跑，尤其是揣着粮食呢。这年月人们都饿疯了，啥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明天去不行吗？咋非要晚上去？那小子欠我点东西，而且就晚上回来，我哪有空去县城找他？啥？要账啊？那娘跟你一起去。林向阳急了，他是想要去黑市换点钱和票，肯定不能带自己娘去。娘，他欠我东西的事儿他家不知道，咱们一起去，这事就闹大了。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能有危险。那好吧，这个你拿着，注意安全啊。林向阳答应一声，出门去了。林向阳认识的黑市在县城外，因为没有表，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终于看到远处有一处偶尔闪过光亮的地方。乌草，终于到了，我腿都差点走断了。他低头找了找，发现不远处有个水洼，从里面弄了点水和泥，然后抹在脸上。他这才用意念空间弄了50斤棒子面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这才闷头走进黑市。